新加坡自然环境非常的好，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新加坡被称为是花园城市。那么新加坡到底有多好呢？今天我想结合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大家分享一下新加坡的自然环境为什么那么的好，而且是好在哪里。大家好，我是叶子。今天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先想就新加坡的一个问题提出一个我的问题。我当年在新加坡居住生活的时候，包括我每次去旅游的时候，我都会发现，新加坡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在路边上看到一些我不知道是流浪猫还是家里面养的猫跑出来了。很奇怪的是，这些猫都是短尾巴。我当年还拍了很多照片，我觉得很好奇，我就说为什么这是一个品种吗？还是怎么回事？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告诉我，为我解答一下，为什么新加坡这个街头的这些猫都是短尾巴的，不管什么颜色，黄的、黑的，都是尾巴是短的一样。我不太明白，这个可能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吗？希望你可以给我解答一下。好，那么今天进入主题之前，我为什么要聊这个新加坡的环境呢？对不对？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完之后我们再聊。收掉，赶紧收掉。Close the door 嘛。Close the door, shut down the door。关门，关门。视频里面大家看到了3只 otter， 也就是水獭吧，中文翻译应该是这个两栖类动物，居然在牛车水的这个商场里面左逛右逛。一开始我看，其实我也没有太惊奇，因为在加拿大看到这些东西，这些自然动物是非常的正常的。但是呢，越看越好玩，越看越好笑。为什么？这段视频2分钟左右的长度，这3只水獭这不停的像逛商场一样的，真的是进店，然后就出来换一家店，再出来再换一家店，真的是感觉就是，而且很多人坐在旁边，然后呢，这个大家也没有人去管他们，没有人去碰他们，他们3只呢也不怕人，这个是真的是跟加拿大很不一样。一般来说，在加拿大我们能看到很多野生动物，我们城市里面就有松鼠呀、兔子呀，但是你不可能接近它，它也不可能靠近你。但这3只可以看得出来是刚刚从水里面上来的，可能就是牛车水后面那个 River Valley 那一带那个 River 里面的，刚从那个河里面爬上来的，可能是，而且是像扫店一样一个一个逛，所以真的是让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我还给我太太看，我太太看了以后说，哦，是因为新加坡人口比较多，这3只水獭已经常年生活在城市里面，他们已经不怕人了，
可能我太太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吧。加拿大这里的野生动物，因为加拿大人口比较少，整个城市里面你出门上街、走路散步都看不到什么人，所以可能这里的野生动物比较怕人，不太适应人。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新加坡的这个自然环境会这么的好。首先，我觉得新加坡自然环境好，一个是因为本身它的这个所处的地理位置，它一靠海，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是一个在靠近赤道的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整个国家全年都是基本上统一的这个温度，所以就不会有冷热之分，就会帮助很多的植物去生长。这是我个人理解的一大问题。像我们加拿大，像我在温尼伯这里，这个绿化虽然也很好，但是一年有4、5个月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就会影响植物的生长速度，和新加坡的植物生长速度肯定是不能比的。而且新加坡这里水分比较多，加拿大这里比较干燥，所以植物的成长是很慢的。在新加坡，我估计可能同样的树种，在新加坡可能30年能够长成一棵大树，在温尼伯的话，可能要花50年、60年，甚至于更久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新加坡这个第一地理位置很重要，第二新加坡的人非常的爱惜环境。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会有人随地丢垃圾、随地吐痰，这肯定是有的。但是总体而言，新加坡人大家还是比较注意这个卫生的，而且有很强硬的法律去限制人们到处乱丢垃圾啊、乱丢垃圾。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加坡不仅是地理环境本来就很好，而且加上整个人也非常的配合这个国家去把这个城市建设的更好，对吧？而且我当时去新加坡的时候，之前的视频里面有提到过，新加坡没有蚊子。在一个热带国家，这种环境、这种气候里面，居然没有蚊子。当时我去新加坡之前，因为我个人很怕蚊子，所以我去新加坡之前，我就特意带了不少我们中国的风油精啊，这些驱蚊水啊。结果带过去以后，我跟我妈、我爸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说我根本就用不到，这里在城市里面没有蚊子，除非你去野外，去圣淘沙这些地方可能会遇到一些蚊子，但是也很少。真的和中国是完全不一样，是因为新加坡的法律。后来我了解到，新加坡的法律是规定家家户户都不可以留这个死水啊，就是你的废水都一定要及时清理掉，不能留这个死水，所以才导致而且会经常的喷雾去杀虫杀蚊。但是呢，新加坡这个自然环境好呢，也会有蟑螂。新加坡这个房子里面有时候我也能看到蟑螂，因为它热带环境嘛，然后这个蟑螂也比较大个大只。那么当时我对新加坡这个整个花园城市第一印象，它为什么环境好？我之前视频里有提到过，我刚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时候，我工作地点是在这个丹戎巴嘎这个地方，但是我第一次刚去的时候，我是住在 Balestier， 住在这个马里什他。我第二天不知道第三天我记不清了，我就走路从我们的公寓一直走到我工作的场所，白天走了好几个小时，就是为了看一看环境，熟悉的这个街景，熟悉这个城市的这个国家的文化。一路走就一路发现，哎，有一栋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栋高的这个公寓楼，公寓楼有很多阳台嘛，其中有一个阳台里面居然有这种大型的热带植物，还不是小型的，不是一盆花这种，是像那种棕榈树那样的大型的植物从阳台里面探出来。我当时就很震惊，你知道吗？我操，我这个从阳台里面就能种出这么大的这个植物出来，真的是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呢，后来慢慢了解这个城市以后呢，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什么呢？我非常喜欢去五级芝马山，我去看猴子。我去了好多次，因为以前我在中国在大陆长大，能看到猴子的地方只有动物园。没想到在新加坡，你就在一个这个野外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景点，一个山里面就能看到真的是野生的猴子。当时我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惊吧。我带了相机去拍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都是当年老的一些照片，可能画质不太好，大家见谅啊。然后呢，这个还记得另外一点，到新加坡的这个圣淘沙著名的景点，很多人去新加坡旅游应该都去过圣淘沙。圣淘沙的这个还有一个牌子会指示要 be aware of peacock， 要小心孔雀，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其实在那儿没有看到过几次孔雀，看到并不多，看到过这么1-2次吧可能，但是确实是有孔雀。
然后就有新加坡的同学告诉我啊，孔雀会在车上拉屎呀，会啄汽车啊，包括有时候会攻击人啊。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就是野生动物能到这个程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易。然后最关键的一个是什么呢？是我自己当年有一天，后来我从马里士他搬到了这个 River Valley 居住，因为离这个单位公司比较近嘛。然后因为我是上夜班的那个时候，我是上晚班，都是晚上工作。我有一天晚上从这个工作场所下班骑脚车回家，我在沿途的路上，真的这个照片都是真实的，我在沿途的路上看到一只巨蟒，真的是可能有3-4米长，粗的话有我们的膀子这么粗一个蟒。你可以看一下照片里面这个蟒蛇的粗度和路边那个双黄线那个黄线的粗度，好长好长。我还当时想想也蛮胆大的啊，现在可能我不会这么去做了。当时我还停下车，我还下车，然后这个蛇呢也被我惊到了，它就开始往这个草丛里面去。然后呢，我还特意碰了一下这个蛇，哇，凉凉的。我当时我就觉得是不是动物园里溜出来的还是怎么样，但是也没看到。后来过去2天我一直在看新闻嘛，也没见新闻里面播报说是动物园有蟒蛇溜出来，所以我可能就觉得可能这就是自然环境好吧，野生动物这个蟒蛇都能养这么大。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点夸张啊，但是这真的是我亲身经历，所以新加坡的环境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我亲身感受到，新加坡的自然环境原生态是非常非常的棒，蓝天白云那就不用说了。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工作完了以后，从新加坡回到南京，南京机场一下飞机，朋友一接上我上车，我就傻了眼了，因为中国那个时候雾霾非常严重嘛，2008、09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那个雾霾真的是好差好差，我觉得空气质量真的是好差。然后呢，再结合这段时间很多游客去新加坡，之前我发过一个视频，如果没有看过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游客在诗阁里面吃饭，被鸟吓得直哭，这就有点很夸张，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未来即将去新加坡旅游的朋友，你们一定要注意，如果在诗阁里面，特别是这种公开的诗阁的话 ，open 的这种诗阁的话，这个小贩中心的话，sorry 不是诗阁啊，小贩中心的话，会有很多的鸟进来在桌上吃剩的一些食物。这个是很正常、很正常的，所以你也不用害怕。如果你害怕的话，提前我告诉你，不要去小贩中心，特别是这种比较 open 的这种小贩中心，对不对？你如果怕鸟的话，怕这个禽类的话，一定躲远一点。但是，希望大家珍惜新加坡这个自然环境，垃圾不要随手乱丢。吃完饭以后，把你们的餐盘里面的东西倒到垃圾箱，把餐盘放到该放的地方，能尽量的保护这个环境，让新加坡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以后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再下一代、下下一代去新加坡旅游的时候，新加坡还能是这样的好环境、好风景，好不好？这就是我对新加坡环境的所有看法。谢谢大家。